个大选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接受媒体的访问。我刚刚讲到《时代》杂志的专访，他提到了很多的面向。可是呢，中国这个问题必须讲他谈的最多，记者问的也很广。包括拜登说，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一带一路令人讨厌他的原文是这样讲，他说每个人都在讲中国多强多强，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的经济正蓬勃发展吗？才怪！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令人讨厌的失败倡议，中国哪有取得突破呢？看看非洲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知道了这是这个拜登在《时代》杂志专访的原文。不过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到底是好还是坏必须讲疫情期间呢，当然全球其实都不好，可是它现在有没有摆脱疫情的阴影呢？我们看到穆迪上调了2024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可以到 4.5% 这是穆迪这是国际信评机构的一个ranking 那我们再来看看 IMF 的总裁，他讲其实现在全球经济最让人担心的是什么？是这个关税政策。我们知道，不管是拜登当选还是川普当选，看起来对中国都要加科非常多的这个关税所以这个 IMF 的总裁乔治艾娃他就讲世界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贸易战因为我们现在正走向软着陆。但是全球3大经济体包括美中欧带来的关税限制是全球经济最让人担忧的风险。过去大家讲是地球村大家要互相贸易，可是现在完全被打破了，每一个人都在筑这个高墙，筑这个樊篱。而我们讲到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在台湾也有好多人有这样的论述我们来看看马云，他在将近10年前，其实他面对当时的总统克林顿的时候，他也讲了一席话，我们来听听看。I think that you American people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China economy. You start to worry about the China, China goes better. You Americans love to spend tomorrow's money and the other people's money maybe. We Chinese love to save money. We make money, we put in the banks because someday we know the disaster is coming so we can spend the money. 好，这个马云用非常简单易懂的英文来跟老美讲话，尤其他面对的是美国总统，你看他讲的其实是蛮好的那也很有自信不过从2015年马云讲的那番话已经过了9个年头可是看起来反中或者是说中国经济崩溃论这样的言论或者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在西方世界还是主流那很多国家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反美你反中，也有人反美呀有一些对美国可能有点感冒或者不那么认同的国家，现在也一个一个往金砖来靠了包括土耳其，我们看到他有意加入金砖国家，那俄罗斯是说欢迎，而且把它排进了一个议程。而另外我们现在看到的金砖国家成员有南美洲的巴西，还有包括俄罗斯、印度、中国，这些都是创始的嘛南非，那另外陆续加进来的包括在非洲的伊索比亚、伊朗、埃及、阿联酋、沙烏地阿拉伯。如果土耳其再加入的话就会是第一个加入的北约成员国。而另外刚刚我们看到拜登批评的一无是处的一带一路现在到底如何了王毅说了，他是中国的外长，他说有效对接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我们看到他在6·4这一天接见了土耳其的外长，承诺要推动中土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土耳其的中间走廊他要来对接那另外我们看到了印太地区的状况，印太同盟是同床异梦吗我们看到呢，最近日韩呢就防止两国的建机矛盾重演的对策达成一致。可是呢大家注意，在协商过程中日本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认可自卫队使用旭日旗。旭日旗长这样，大家如果看过去一些历史电影，大概就知道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旭日旗可是南韩坚决不接受最后日本才让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跟历史的恩怨情仇有关，旭日旗在韩国在南韩是相当敏感的问题
那他们认为日本向韩方提这个要求非常的过分，就是我刚刚讲的，韩国把旭日旗视为战犯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式的战争的象征哦，所以呢，他们很不希望这个日本提出这样的这个要求，而且不希望他们克制使用那另外我们看到最近不是也有一个新闻吗？中国大陆有一个年轻人跑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涂鸦去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的确这个不太好，所以日本的外相上川洋子就讲他们已经透过外交途径跟中国政府表达了担忧那中国外交部我们看到昨天其实也回了一些声明，可是他首先是把这个骂一顿日本要反省军国主义，然后才对自己的公民说要约束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日韩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历史上面的恩怨情仇都还没有完完全全化解，可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了一个也许看起来有点吊诡的现象，就是日本它是中国游客上半年最青睐的出境目的地，用大白话讲就是中国大陆上半年很多人想要去日本玩，而且这个身体力行所以呢，是不是为了陆客经济为了拉这个要吸引中国大陆来日本愿意拉下面子呢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旅游网的统计，这个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些旅客第一名最受欢迎的是日本，第二名是泰国，第三名是韩国。那至于我们台湾旅游业者殷期盼，可是没有着落来，先请教赖老师。大陆的经济如果崩溃台湾就完蛋了，因为台湾的出口贸易占40%跟大陆，它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大陆经济一崩溃，台湾完了，韩国、日本也完了，因为他们是韩国、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整个东盟也完了，那东盟一完，台湾也跟着完了，因为东盟跟中国大陆的贸易8800多亿，美国也完了，美国6000多亿，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也完蛋，欧盟也完了，也是8800多亿，那台湾跟美国的经济也完了，台湾跟东盟、跟日本、韩国，那么跟欧洲的经济全都完蛋，那全世界都完蛋了，就绑在一起的都绑在一起了嘛。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讲中国经济崩溃论是一个笑话，那还会再讲这个笑话的，就是智商有问题了。果然你说拜登这个人智商真的是有问题，因为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崩溃，制造业这么的扎实然后服务业也在发展，然后各种科技电动车啦这个高铁啦、大飞机啦、船啦，什么东西都在走。然后你说它的经济要崩溃，我在强调，它一崩溃，全世界都完蛋所以谁都不要想去看这个戏，以为说中国崩溃我们没事，没有，中国崩溃你更惨都一样惨。所以这讲这句话没有意义了。那 IMF 是美国所能够控制的他已经站出来说没有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比美国还好美国在上一季的经济成长才1.2、1.3左右，中国5点多那也就5.3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还高于美国，美国是往下跌到只剩下1.3，他还说5.3的中国经济要崩溃，而美国的经济不会崩溃，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智商绝对有问题这个很笃定的。他又说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听了好烦他很烦。那因为他也想推一个美版的一带一路，是结果无疾而终，3年过去了，无疾而终，没有船过水无痕。拜登，你的一带一路呢？不见了再也不讲了，再也消失了。当初饼画的这么大，说我的一带一路一定会超过中国的一带一路，你看我要拿出几兆美元，结果那个公债现在卖不出去，也没这个钱，也那个公债也没有，然后呢，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没有人理会他了。好，那问题就来了，当他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杂志把他登出来的时候，土耳其原来是一直靠着北约，靠着欧盟的。土耳其的外长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已经为新疆背书了。他去新疆访问其实就是为新疆背书，说没有新疆问题，没有新疆迫害，你们这些西方人都在栽赃抹黑，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国家。整个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都说没有新疆问题。那当时土耳其他是跟维吾尔族比他血缘比较接近的，他都站出来背书了。这个时候你欧美的国家都被打脸了。
被打完脸以后，他说我的中央走廊要跟你的一带一路对接。对接。就在这个时候，柬埔寨的首相也宣布，他的运河要跟一带一路对接，而且8月开工，180公里。哦，这么长。好，来请教帅将军怎么看呢？这个东西，政客叫做吹法罗，吹法罗就是你听不懂，所以才会觉得他无知。哎，中国经济崩溃论，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李登辉时代就开始在讲了，那个叫张家敦吧，写了一个中国大陆七块论啊，经济要崩溃。现在眼看着人家经济，有哪个国家敢拿4万亿去开通西藏的那个水道？有哪个人敢南水北调这个工程？有哪个人搞几万里的高铁？我告诉你，高铁是赔本的，绝对不是赚钱的。台湾的高铁也都是赔钱，但是它串接了都市的经济，整个经济圈起来了。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美国盖不起一条高铁？因为民主国家最大的缺点就是4年1任。我只想到下一次我要怎么选，对国家没有长远的规划。今天你骂中国再贪腐，他有贪官，他抓了也不少，但是事实摆在那里啊，他国家建设摆在那里，你能否认吗？以前我到贵州去，那就叫地无3里平，天无3日晴，是最贫穷的一个省。你今天去看呢，对不对？有哪个国家敢讲脱贫呢？美国现在你讲你是泱泱大国，你的游民塞得满街，你有对他做出脱贫吗？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不管你崇尚民主也好，共产也好，那是你们的政治理念，但是你要看成果嘛。美国为什么一条高铁盖不起来？美国德州的电网一坏可以瘫痪上几个月，这个东西基础建设是为人民做的东西，这个你不要去否认。吹法罗，你拜登就是没有能力出兵到台湾嘛。对，我承认美国军力很强，但是跨了这个太平洋，你怎么投射到这边？我们怎么蠢到去相信这种空头支票？到死都不知道觉悟，这个才是最可怕的。英哥怎么看这个拜登的说法哦？看他对着这个 Time Magazine 讲了好多话。我是觉得，如果拜登真的相信他自己所讲，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那你赶快加了关税给他死。对啊，就试试看嘛，对不对？就趁你病要你命啊，一招毙命。对，中国大陆已经快崩溃了嘛，这时候就发动全世界禁止我们美国人暂时勒紧裤带，我们都不要用中国大陆的东西，撑个半年，中国大陆就死了嘛，对不对？你做，怎么不做？所以我觉得讲这些都没意义嘛，因为所有刚刚赖老师也讲 ，IMF 的预测也好，穆迪的预测也好，人家都比你美国高2倍，那你到底在讲什么？这就跟去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听到台湾一堆独派人一直在讲说中国大陆经济快崩溃了，那个中国大陆经济不行，完蛋了，就人家 GDP 是你2倍，那请问一下这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到底什么逻辑，我搞不懂。那我就觉得 IMF 的总裁他讲的就是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未来大家都开始关税壁垒，没错，然后所有的货物都不能流通，对，那就会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大萧条。那你不要说不可能会发生，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哦。以这种情况下去的话，因为美国特别是川普如果上来的话，搞不好真的会开始往这个方向走。我是认为他疯的，不见得不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个对所有人类都是一个警讯。那我们台湾这种出口导向的地方，如果世界经济就这样，那我们一定更加完蛋。对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麻烦。那中国大陆的，不管是它的金砖国家也好，或是一带一路也好，当然中间会有一些国家产生不满，有一些有纠纷，有一些甚至不是那么顺利。可是看起来它还是陆续在增加，成员国陆续在增加，合作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大陆掌握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它的基建能力跟它的贷款能力，它有办法不断的协助你的国家开始往上成长，而且协助你创建基建嘛，这个就是美国无可取代的能力嘛。那至于日韩之间，我一直觉得日本是2战所有战败的国家里头最不会反省的一个国家。你看到德国纳粹搞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出来，德国一直不断的在想办法去赔犹太人，对。一直不断的在跟全世界，他们几乎每年道歉一次。对啊，赎罪啊。是，
然后日本呢，能够不道歉就不道歉。现在你连旭日旗都还想要用回来，你换个别的旗子会怎样？你一定要用这个旗子吗？为了这个旗子还要去跟当初被你荼毒的国家去吵？所以我真的觉得日本到现在都还没有反省你们当年犯下的错误。可是我们好像还蛮多人喜欢去日本旅游的，然后中国大陆的人也很喜欢去日本旅游，可能是因为最近日本近便宜啊，对，因为近，然后又便宜，因为去日币买名牌包，对，因为日币贬值的很厉害。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最近有一个地方的人民真的是很悲伤苦啊哦，很惨，很苦啊，加萨走廊哦。那难道美国要放任以色列为所欲为吗？我们看到一大堆的平民百姓啊，在几次的轰炸中死的人是几万、几千的这样死，而且都是妇孺。观众朋友，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啊，有一点良心啊，他们就纳坦雅胡逮捕令，请求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法案，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哦。那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6-4的时候，以247票对155票通过这个提案哦，那决定要制裁对发出纳坦雅胡逮捕令的国际刑事法案哦，该法案将阻止国际刑事法院的人进入美国，撤销任何美国签证，并且限制他们进行美国的财产交易，刚好是讲反的哦，因为这些对不起，我讲反了哦，刚好是一个反的事情哦，他们是决定制裁这些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因为国际刑事法院这个刑事法院的人，他们觉得纳坦雅胡做的事情太超过了，所以决定对他下一个制裁令。可是美国的众议院，他们觉得说不行哦，要把这些法院的法官，如果你到我美国来，我就要把你逮捕起来。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事情吗？所以我们看起来中东的和平是遥遥无期了哦。中东兵战哦，这个非常的紧张。我们看到互轰国土2个月之后，因为其实它的战火有波及到邻近国家，包括伊朗，他就控诉说你以色列炸死我的军事顾问哦。所以你看到6月3号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对叙利亚的阿勒颇再次的发动空袭，至少造成了17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所以你看到这个大乱斗当中哦，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参谋长就讲了，要决定是否对真主党开战。哦，他们觉得说这个真主党到处在偷袭我们，常常偷袭我们，所以他们要对真主党可能要对他们来开战了哦。我们看到以色列在6月3号呢，其实有被这些真主党的人发射火箭弹，引发森林大火，烧毁了数百亩的土地。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偷袭啊，来自于真主党非常的多哦。所以以色列就决定说，好，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也许我要对你们这些真主党全面开战，把你剿灭掉。而另外，我们看到真主党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说我们准备好了呀。如果你要来，我们就开干吧，我们就开战吧，我准备好跟你以色列进行全面的战争。如果真的是那样，那战争就要升级喽。而另外一个战场，我们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还在打，而且现在看起来也危险升级了。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第一次以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的领土。过去我们知道，美国提供武器给乌克兰，那个射程都精密计算，不让他们打到俄罗斯的本土。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呢，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对俄罗斯境内有限的打击，可能对于几个地方比较接近乌克兰的地方让他打击哈。那6月3号那一天，乌克兰首度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位于哈尔科夫附近的境内基地击中了 S-300的飞弹系统。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也传出我们看到法国将派军事教官到乌克兰，俄罗斯就有反应了，他说如果你人来，我就是合法可以攻击你那就是表示你北约也参战了嘛任何教官都不能有豁免权，如果你真的这么干的话。而另外呢，我们知道大家也都希望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希望战争可以早点落幕，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和平峰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和平峰会要在瑞士举行，在6月15号有2天就有这样的一个高峰会。可是吊诡的是，讽刺的是，没有邀请俄罗斯，所以最后呢，我们看到王毅他也这个不参加了那我们看到呢，王毅的说法是说，和平峰会不具备和谈的条件。
中方重视瑞士为了和平所做的努力，可是当今世界各种会议很多，能不能够参加，怎么参加，中方将根据自身的立场自主决定。听起来可能不会参加所以泽伦斯基其实有讲话，他说他觉得很失望。如果中国大陆不参加的话，如果缺席的话，他觉得很失望。而且呢，他说如果你不来也就算了你中国大陆你还想阻挠其他参加的国家吗？他意有所指，提出这样的控诉。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国家是不是被中国大陆支持的。他们的理由不参加的理由其实真的是千奇百怪，包括俄罗斯就不用讲，因为他们没有收到邀请函嘛。他作为一个主角和平峰会的主角，没有他那沙特阿拉伯说没有俄罗斯参加嘛，那我们去干嘛？我拒绝毫无意义嘛，没有用。莫迪这个就说这个不会请外长去这个总理本身不去，外长也不去预计大概会派副外长辽备一格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而另外日本说中国不参加让人感到遗憾，不过日本也还没有决定会派谁出席。那澳洲呢就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总理呀还有我们的外长都会留在澳洲接待李强中国总理，所以我不克前往。美国说拜登呢，当时有其他的事情要跟乔治克隆尼大明星，还有茱莉亚罗伯兹举办募款活动，我要选举啦，所以我不能去，我派我的副总统去。泽伦斯基很失望啊，可是这个是中国在后面这个唆使的吗？来请教赖老师。所以这个按照泽连斯基的眼中，这个中国的影响力真大。美国拜登你不可以去，美国拜登就说好，我不去了。然后那个印度的总理莫迪，中国说你不可以去，莫迪就说好，我不去了。好，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你不可以去，他说那我也不去了啊。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有可能吗？可能性不大吧。中国可以叫得动莫迪，可以叫得动拜登，可以叫得动安田文雄，我才不相信呢啊。然后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其实你把他的理由斗起来，你就可以知道。拜登说我要选举，我不去，那就代表什么？这个会没什么意思嘛。我为什么要去？我派贺锦丽聊胜于葛，有跟没有一样，但是捣乱用的啊，所以不是了，贺锦丽不是捣乱用的，贺锦丽去是贺锦丽是副总统，但是他不是去捣乱了，他是去出糗的啊，因为他每一次出去都会让美国的外交更显得奇怪啊，所以美国后来拜登不太派贺锦丽去帮他处理外交，可是为什么这一次派贺锦丽去？那是代表这个外交是搞笑的这个活动是搞笑的。所以就派贺锦丽去笑一笑就好了。所以贺锦丽应该会去大笑2声因为他很喜欢笑。好，那所以我们看到主要的国家其实都没有人要去了。我看泽连斯基，因为这是泽连斯基要办的，他委托瑞士帮他办。那很明显的看起来这次的峰会大国的领导人都不去，可是看起来是西方要放弃他了吗？可是他为什么又点名中国啊？因为他气急败坏就只好，反正现在你也知道，欧美的国家就是找到任何事就骂中国，跟民进党一样嘛，就是千错万错都是中国大陆的错。那他也是嘛，千错万错都是中国大陆的错。那为什么会发动战争？因为中国。那为什么打成这个样？因为中国。为什么打不完？因为中国。反正只要这样讲那个欧美的国家就开心，这样就好了我觉得他的讲话已经越来越没有分量。我倒认为以色列我是有点担心，我觉得以色列目前看起来是要拖美国下水，他在扩大战火，因为他一直杀戮这个加沙地区的人，已经引起世界的众怒。那美国没有打算要制止，也没有能力制止。其实美国是有实力制止的，但是美国不敢。那杀到这个情形下，我觉得他在另起炉灶。他要去打真主党，打叙利亚，打伊拉克的民兵组织，然后打也门的胡塞组织。那么这些你可以明显的看，都是伊朗的代理人战争。伊朗还是坚持打一场代理人，避免伊朗跟以色列直接打。可是以色列似乎要把战火往外蔓延。美国一旦被拖下水，这个时候全世界的舆论焦点可能都已经不在加沙了，而是在这个美国跟伊朗、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火了。我觉得他是想把战火往另外一方面推，这样的情形，他在加沙就可以好好的进行杀戮了。因为他一定要把哈马斯杀光。可是你要把哈马斯杀光，你是不是一定要把大量的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人杀了一大半，你才有办法杀光哈马斯？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来讲做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有很高度的危险性的。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记得每一次的选美，这些选美的佳丽都会说，我期待世界和平。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和平，包括在以色列这里哦，这个加萨走廊，以及在俄罗斯，还是烽火连天呐、请教帅将军。基本上人呢、会有这些战争呢，你说是出于这种仇恨啊，那你要有仇恨、中国跟美国两个只是说我看不起你老二要当老大，这种引起的斗争就很无聊了。另外一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你不远千里，你从别的国家移植到这边，在我的土地里面成长建国，你再残杀巴勒斯坦的老百姓，真的没有道理嘛？这个东西讲得很简单，而且战争有战争的法规嘛，战争有战争的惯例嘛。任何一个国家都觉得对妇孺儿童手无军戒的人，你不能下手了嘛？你自己凭着你良心也下不了手。但以色列，你们只看的是死的数字，你知道伤的比死的还可怕啊！伤兵躺那里哀哀叫，血流满地，对活着的人那精神上的折磨是你很难想象的。所以这个问题啊，以色列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他知道他面对的是所有阿拉伯国家，所以他非要拖美国下水，所以今天要去打黎巴嫩，明天要去搞伊朗，那逼的美国是逼上梁山，因为美国背后的犹太人的金主会逼，尤其在拜登为什么这些胡说八道？因为到了选举的关键，钞票是最重要的。你看那个川普一被判刑，马上汇款就来了。拜登现在怎么办？只有讲些狂话嘛。台湾我要保护，以色列我要支撑到底，国际法庭的法官我要制裁，这只有一个目标了。选举募款啊，挽救民调了，因为民调不见得会增加，但是犹太的金主在那里看啊，钱会来，而钱来不来？美国的大部分的钞票抄在华尔街、跟犹太、跟媒体、跟这个好莱坞这些人手上，所以这个东西你看，拜登这种失常的表现，不完全是他真的失智啊，他旁边难道没有幕僚吗？旁边他老婆不会劝他吗？问题就在说，他要讲这个话是解决他当前的困难，我才不管你巴勒斯坦的死活了。所以你在联合国里面这么多个国家代表，你就是有脸投得下那个弃权票吗？全世界在谴责的时候，你公然反对吗？这已经超过以前美国当老大哥，喜欢被全世界捧的正义的象征、民主的代表，所以现在完全破灭，没有了。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最后请教彬哥。我觉得真主党他这次引起这个大火，那个火其实真的烧得蛮旺，所以现在就看以色列想不想继续把美国拖下水？因为现在在加萨走廊这个东西已经让美国够头痛。如果他在北上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那整个战事就扩大。那我必须说，那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大概就彻底完蛋。因为这等于就是摆明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嘛。那美国以后在阿拉伯世界还能讲什么话？其实最近美国已经吃足了苦头，他好不容易在中东经营这么多年，现在已经快要慢慢要被中国大陆取代。因为现在阿拉伯国家比较信任的是中国大陆，而不是美国了。因为你对以色列这么偏颇的态度，实在偏颇到已经让人家难以置信了。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如果真的想给美国继续添麻烦，你就继续找吧，去叙利亚、去黎巴嫩、去这个伊拉克，你就到处打。那这样子你要跟全世界为敌，就是带着美国跟全世界为敌。那当然，现在乌克兰的战事是非常诡谲。可是我必须说，看了这么多国家不参与，我觉得只有沙特阿拉伯讲的，我觉得是最正确的。你都不邀请普丁了，请问一下，这个和谈在谈什么？对，要跟谁谈呐？对啊，跟空气谈吗？有点莫名其妙吧？对啊，对，
他批斗大会。对，泽伦斯基本来好像想创造一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大家同声谴责俄罗斯，俄罗斯你就给我吞下去吧。但是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嘛，因为他是核武大国嘛，是啊，他又有联合国的否决权。请问一下，他怎么可能会吞下去？当你明知道他不可能会吞下去的时候，开这个会开干嘛？的确没有什么意义，对，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就算全部的人你全世界假设200个国家199国谴责他好了，那又怎样？他还是继续跟你打。对啊，所以你搞这个东西干嘛呢？你看为什么连拜登都不想去？因为完全没意义啊！你知道拜登为了什么理由？我觉得拜登讲这个理由是轻视泽伦斯基以及，你知道？好狠哦！因为这是他竞选活动的募款。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的纪念啊。那在6月16号，他的校庆举行的当天，也规划请总统赖清德来主持。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严德发他是退辅会主委，他特别讲了一段话哦，因为对岸嘛你这个黄埔军校的发源地所以对岸呢其实也有要同步举办一些庆祝的活动所以有传出说我们这边有一些退将也会到对岸去参加活动，所以严德发就讲经过宣导之后，去中国的退伍军人社团并不多，提醒这一些人不要违反国安五法与两岸人民条例，这是严德发的这个说法那另外我们看到退将于北辰最近呢其实也攻占了新闻版面，因为呢他跑去我们凤山的这个陆军官校就是黄埔军校嘛去拿或者是要求发给他邀请函。可是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开的要求的小编文底下，一大堆人过去骂他或者是跟他有一些批评的话，或者是舌战所以他被延上了我们看到呢这个于北辰将军是说，过去呢其实我都有收到为什么今年我独独没有收到邀请函那这个陆军就冷回感觉很冷回应他说，下午是自由参观时间，所有中华民国的国民，只要你手上有身份证，你都能够进来学校里头参观那外面就讲说，哇塞，你是这个伤害性不大，可是侮辱性极强就是狠狠的给了于将军一巴掌。可是问题来了，大家知道这个赖总统现在是我们的总统嘛，那他在6月16号也会去主持黄埔军校100周年庆。那主事者难道政治这么不正确吗？怎么没有发给于北辰？因为于北辰现在算是绿营新贵我必须这样讲因为在绿营的这个有台的节目，他经常有他的身影嘛。那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好像对他也蛮欣赏的，所以你怎么不发邀请函给他呢？那赖清德总统有没有可能在最后关头会送暖呢？这个原因是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呢，在2022年那一天在这个1月1号那一天，于北辰将军收到了一些死亡威胁，在网络上面的，好像有人写信给他，那他就曝出一个这个心寒的一个想法，他说我好心寒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党内同志都没有人关怀我，可是之前他常常骂得很凶的蔡英文总统苏贞昌院长，那个时候他们是院长跟总统特地打电话关心请警政署署长打电话关心，所以他对国民党彻底死心。所以这一次赖总统会不会在最后也送暖这个补发邀请函，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于北辰将军他也提到了大清律令为什么？他说这个因为我们看到在野党紧咬王义川涉嫌监控人民做政治的侦查那于北辰替王义川说话，他说电视机前面不能乱讲吗？他在有台的政论节目这样讲另外我们看到包括为什么不能在电视机前面乱讲，尤其你是将军这个讲出一些话，如果超出这个军事常识太多的话，的的确确会暴露我们的缺点包括我们看到2天前他在有台政论节目上面讲说，解放军如果进来了台北到了台湾各个城市来，到底要怎么进去？我告诉你，他们一定会迷路的，你的 Google 一定连不上。可是就以我们小编好了，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是军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岸有所谓的北斗卫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卫星可以连接，没有 Google 地图还是有百度地图。我们当然不希望他登陆，观众朋友不要误会，我们不希望他登陆。如果他一旦登陆，真的会在台北市或者是在
新北市迷路吗？讲这样的话，感觉就有一点不是那么有尝试，好了，不要说军事尝试，不是那么有尝试啊，更不要提了。我们讲到一发飞弹截获率是70%，3发是210%，在网络上也一直被大家拿出来作为一个笑柄哦。那这样子，我们的退将如果是这样的水准，很多人都说，那仗怎么打呀？哦，这个真的是被对岸呢、这个看光光了我们的缺点哦。另外，两岸的关系当然我们看起来是越来越糟了、对岸不断有共机呀、共舰来侵扰，国防部就说了，过去24小时有监控到19架次的共机越台海中线，并且我们看到在宜兰乌石鼻东南方也有中共的054A 型的飞弹护卫舰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要驱离它，它有回应，我们来听听看。你们所谓的离间区不存在，是你的谬语。这是中国海洋海域，我有权任此海域航行。最后，两岸和平现在的是台独分裂行径。好，你可以看到这是来自对岸解放军的一个这个回应啊，我们要驱离它，他用这么强硬的方式回应我们说，24海里的临界区不存在哦，这个让我们大家也蛮忧心的哦。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呢，美国要帮助我们护台抗中吗？拜登总统啊，今天接受了这个时代Time Magazine 的一个访问时代杂志的访问，他说不排除出兵捍卫台湾，因为中国麻烦多那他的原文其实讲了蛮长的一段哦。那我们看到时代杂志的问题是否排除在中国侵台的状况下部署美军到台湾的可能性哦？他说的。不会排除动用美国的武力，如果把它算进来，这已经是拜登第5度在媒体或者是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要武力护台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包括你看到最早的一次是在2022年9月，他说会出兵协防台湾，这是在60分钟的专访。另外，2022年的5月、2021年的8月、2021年的10月都曾经讲过类似的话，这就是这个拜登总统或者是美国的态度吗？来，先请教彬哥。我觉得这个于北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人。听说他后来还是拿到邀请函了。哦，有拿到吗？因为我昨天晚上在做直播讨论这个事的时候，有网友跟我讲说他自称自己拿到，可是我昨天看他的直播，他没有拿到吧。对啊，我不晓得啦，这个就看他嘛。那我是觉得这个很好笑嘛，就是你自己都说你当过学子部指挥官，你跟绿营关系又这么好，那你如果真的没有拿到邀请函，你又那么想去，你不会私底下去讲？你讲，我想应该就有了吧。你去脸书上跟人家小编留言，到底要干什么？有点引战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在引战，他就是故意在讨拍，然后呢，故意要显示出你看我这么爱台湾，结果我却被排挤。他就是想要趁机再炒作一波网络声量而已。但是我觉得这是没意义的。然后说当他走到这一条路的时候，已经变成喜欢他的人可能就是永远都很喜欢他，那讨厌他的人恐怕就是非常非常讨厌他，而且会越来越讨厌。因为他讲话超级不合逻辑，特别是他过去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我就不讲了。他这一次为了护航王一川，可以直接讲出来说，在电视节目里头胡说八道有什么关系？乱说有什么关系？他说在电视机前面不能乱讲吗？对啊，他意思就是可以乱讲啊。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都很怀疑那一天节目的主持人在听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你怎么没喊卡？因为他在你的节目这样讲，就代表他在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宣示说，我们节目就是胡说八道的啊，你们干嘛一直看？不就这个意思吗？然后你们还继续播出，这不是很好笑吗？我都不知道，未来再请于北辰去上节目的制作单位，你们都没想过一件事吗？你们的来宾跟大家保证，我们都是胡说八道，不就这个意思吗？那我不知道观众为什么要看，那你们为什么要请？如果你们是娱乐性节目，你定位是这样，那我不反对啊。反正就是博君一笑。那如果你们自认为自己是严肃的政论性节目的话，你们的来宾，包括王一川，包括于北辰，公然告诉你我们就是胡说八道了，那请问怎么办？你的观众到底以后他讲的话是要信还是不要信？我真的觉得这种逻辑死亡的人，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了。真的，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如果没有发邀请函，没有发给他是对的。我说真的，如果我跟他是同学，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到底是该承认他是我同学，还是不该承认他是我同学？我都想不出来。那两岸关系呢？现在当然是越来越紧张。以赖清德目前这种态度的话，想要不紧张，我觉得都不太可能。是。可是问题是，拜登真的要保卫台湾吗？你看他讲了这么多次，好像他真的要出兵保卫台湾，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你如果仔细去看这次的访问，《时代》杂志访问他其实是讲的是什么？因为他问他，你是否排除在中国侵台的情况下部署美军到台湾的可能性？他说不会排除动用美国武力。那其实记者有追问，你是说要出兵吗？他说，动用武力有很多种形式。那是什么形式呢？嘴炮也是一种武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每一次拜登这样讲之后，白宫马上就去帮他擦屁股了，就说没有，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怎样。那这次拜登自己都解释非常清楚，我们会动用武力，但是那个武力不一定是出兵。那请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如果把台湾的未来寄托在一个快要80岁的老人家，他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不觉得台湾未来真的是风雨飘摇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这种东西，他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吧？我们应该要很确认自己手上到底有多少筹码，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这才是我们要问我们的总统、问我们的国防部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国防部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是。来，将军。你要讲拜登讲这个话，那不就是俞北辰讲的吗？电视上可以乱讲吗？我们当这个评论员，那是靠自己的专业跟常识。那美国出不出兵，我们太清楚了。那美国打波湾战争，他要准备6个月，因为他不可能调度现役军人有这么多，60万人、58万人去动员。你要找 National Guard 训练4个月，再分图运输，出兵应该定义是这个。但是拜登为什么语焉不详呢？我已经很看清楚你的能力了嘛，航母都不敢靠近，他只能靠什么？滨海战斗团，在小岛上放上 Tomahawk 飞弹，这个火网呢，可以照他们夸大的来算，可以从韩国、日本、奄美大岛、石环岛、琉球到菲律宾，这种小部队带少数的飞弹，讲良心话，在世界性的大国之战争里面就放个烟火吧，放不放还要看他有没有胆子放，这放的效果能不能阻止人家一波又一波的武力犯台？所以这个东西啊，为什么美国记者再三逼问，他没有讲他派部队来？因为我们看你的部署非常清楚嘛，你的航母开始往后撤，你的兵力开始往后撤，火网往前推，火网往前推，死的人就少嘛。在一个小岛上弄个发射器，弄个几发这个 Tomahawk， 就是虚应事故一下。但是台湾老百姓不要傻傻的认为这个就是你台湾安全的保障，这个很可悲的哦。乌克兰到现在，你看过一个美国兵参战没有？连美国支援他的武器还要限制你打长打短能不能超过界限？俄国不是美国以前的头号敌人吗？而且你唆使乌克兰加入这场悲惨的战争里面，你给的东西只有让乌克兰死更多。好，今天回头带到台湾，他对台湾的模式跟乌克兰的模式有什么两样？乌克兰说对乌克兰你可以加入北约，今天拜登说我可以支援出兵台湾。然后乌克兰接受美国的教官训练了8年，那今天美国教官也到台湾，然后拨一个为数很少3亿、5亿美金的军援，我的老天呐！任何一个大的军购案都是100亿、几十亿的美金的，你5亿、10亿、20亿有什么用处呢？那而且我们要的武器你都不给，你给的就是让你打城镇作战，消耗台湾老百姓炮灰的一个打法。所以这个东西，再蠢的人都应该有所醒觉了。把自己的国家安危在人家在山火的一个当牺牲棋子的一个角色，你还不醒觉吗？兵凶战危啊，今天已经围了4边了，你已经看到了。那个红线，人家也再三跟美国讲，董军讲的就是粉身碎骨啊，你要去碰红线嘛。那今天我们面临在红线的前沿，
还不警惕吗？是，来，请教赖老师，你怎么看？俞北辰的炒作新闻的能力不低了。因为每一次都可以因为个人的这种耍笨、耍呆、耍滑稽，然后引起了很多的版面。那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毕业于陆军官校，所以会让很多人因为本来人家对陆军官校就有个期待嘛，说你应该有个水平嘛，但是因为他的水平实在是太反常了，反差太大，所以他每一次在耍笨耍呆的时候，都会让大家觉得哎呦太有趣了一个将军原来是这样的水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那解放军打台湾很容易因为如果将军都是这种水准的话，那这3-2下就解决了。应该不是吧？我们应该都不是这样吧？应该不是嘛，因为我们隔壁有这个帅将军可是帅将军是老一代的将军，老一代将军的水准比较高。那新一代的将军的水平是如此的话，那当然就让大家啼笑皆非了。由于他啼笑皆非，所以他很容易拿到这个网络上的声量，大家都会关注又来耍败了又来耍呆了又来耍笨。这次是讨拍因为他在告诉你说我是巨婴，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拿到邀请函，我好痛苦为什么我堂堂一个少将，一个陆军官校指挥官，怎么邀请函拿不到呢？而我写信给小编，小编竟然这样告诉我，我实在是很痛苦我难道在陆军官校这么不堪吗？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觉得他不堪嘛，所以邀请函不给他。好，这不打紧，他又说在网络上可以随便胡说八道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随便胡说八道，都变成是合理正当性的，这又变成电视上，他说电视上对，在电视上胡说八道，这又变成另外一个笑柄了。然后你讲到这个大陆的北斗，大陆北斗确实是比 GPS 还要更现代化，而且精准度更高，尤其军事用途的，它的精密度是更清晰的，连他这一点他都不知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他说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要问的是谁威胁你？报案了没有？破案了没有？你说这个蔡英文跟苏贞昌都有来关心你，那问题就在于报案了没？为什么没破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为什么破不了案？是谁威胁你呢？好，也都没说。坦白说，被威胁的我们在台面上谁没有被威胁嘛？但是没有人要去讨蔡英文或者是苏贞昌来秀秀你嘛？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在于，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骂台独，骂完了以后，你的生命受威胁，你看看赖清德、卓荣泰会不会给你秀秀？不然你就试看看，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每天骂台独，那骂完了以后，你看你开始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看看赖清德会不会打电话给你，蔡英文会不会再打电话给你？我觉得你就证明给我们看嘛，你应该证明一次。拜登的讲话有人说他是这个战略清晰，有人说他是战略模糊。其实美国的所谓的战略清晰跟模糊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打不赢中国大陆嘛。美国的军事实力，坦白说，要介入台湾的战争，打不赢中国大陆。这道理很简单。为什么说很简单？乌克兰的战争，而且是地面接界的美国都不敢进去打。而且常规战，美国是碾压俄罗斯都不敢打。为什么？因为说俄罗斯有核武嘛，所以不能打。那难道中国大陆没有核武吗？也有核武嘛，所以也不能打。那问题就在于，如果打常规战，台湾是海岛，美国根本没有任何胜算。这个是摆明了很简单道理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永远在讲模糊的话。他的模糊就是我不敢打，但是我要骗台湾的人民，把台湾当工具嘛。